正在新加坡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一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提问环节，所有问题都集中在阿富汗局势。目前，拜登政府因从阿富汗仓促撤军造成的混乱，正面临国内外强烈谴责，更导致众多盟友对美失去信心。不过，哈里斯强调，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 周一上午，李显龙陪同哈里斯在新加坡总统府检阅了仪仗队，这是哈里斯就任美国副总统后首次访问东南亚。在两人的会谈后，哈里斯与李显龙举行联合记者会。Madam Vice President, what's your message to America's partners about U.S. commitment to its longtime allies in light of this issue? 记者会上，所有记者的提问都跟阿富汗局势有关。哈里斯为拜登政府决定撤军进行辩护，并反复强调，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从阿富汗撤离。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plenty of time to analyze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at has taken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ut right now, we are singularly focused on evacuating American citizens, Afghans who worked with us, and Afghans who are vulnerable,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at is our singular focus at this time. 英国路透社的分析指出，哈里斯此时访问亚洲，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说服新加坡和越南的领导人，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是坚定的。And that is exactly the point. The reason I am here i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a global leader, and we take that role seriously, understanding that we have many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I am here in Singapore as a reaffirma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our memb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our partnership, long-standing partnerships. 对此，李显龙的回应耐人寻味。他表示，新加坡对于拜登政府撤军的决定表示理解，但美国接下来将采取怎样的行动才是更加重要的。We are watching what's happening in Afghanistan on the TV screens today, but what will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U.S. resolve and commitment to the region will be what the U.S. does going forward, how it repositions itself in the region, how it engages its broad range of friends and partners and allies in the region, and how it continues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李显龙还宣布，新加坡将提供一架 A330加油机，协助美国从阿富汗撤离人员。哈里斯对此表示感谢。新加坡空军的该架多用途加油机于今年4月获得全面作战能力许可，能够同时执行空对空加油和空运等任务。周一，哈里斯还与新加坡总统哈利马举行会谈。下午，哈里斯前往樟宜海军基地，并参观了美国海军塔尔萨号滨海战斗舰。目前，美军在全球部署了6艘滨海战斗舰，其中2艘就部署在新加坡，分别是查尔斯顿号和塔尔萨号。事实上，新加坡并非美国的军事条约盟友，但由于其位于全球战略枢纽位置，而且同意美军进驻，已经成为美国在该地区最强大的安全伙伴之一。2013年，美国海军自由号滨海战斗舰进驻樟宜，这也是滨海战斗舰服役后首次进行战斗部署。之后数年里，美军轮换部署的滨海战斗舰频频搅局地区局势。周一，两国还达成了一份安全协议，通过向新加坡轮换部署美国 P-8飞机和滨海战斗舰，重申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除了防务领域，双方还启动了一系列新合作的领域，包括网络安全、气候、经济、疫情以及太空领域的合作。在网络安全方面，新加坡的网络、国防和金融机构和美方对等机构签署了3项协议，加强在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数据安全和最佳实践共享方面的合作。在经济合作方面，两国将举行供应链对话，讨论全球供应链等议题。更多的还是要加强和东南亚的一个传统的这种伙伴国的这种关系另外一个对一些涉及到美国的一些关键的利益的一些问题上美国还是要倾注一些力量。新加坡在美国整个的一个亚太战略中新加坡应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新加坡李光耀时代美国在一些亚太地区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都会美国方面都会咨询。
哈里斯此次亚洲行之前，外界预计南海议题将是其重点之一。在与李显龙的会谈中，哈里斯确实也提到南海问题，重申美方对维持所谓南海自由开放的承诺。I reaffirmed in our meet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Indo-Pacific to uphol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inclu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但外界注意到，李显龙在记者会上并未提及南海。近来，新加坡方面在多个不同场合表达在中美之间寻求中立的立场。日前，新加坡外长维稳在接受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专访时表示，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中，新加坡是有用的，但我们不会被利用。李显龙也数次在公开场合警告美国不要提出站队的要求。8月3号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李显龙再次警告美国不要咄咄逼人地挑战中国，称华盛顿日益强硬的对华路线非常危险，呼吁美方调整心态。这个心态实际上是不利于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良性的这种竞争啊，甚至呢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这种复苏啊，因为我们知道中美都是世界的两大经济体，那么这两大经济体不能够进行这种和平共处的话，那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灾难。在新加坡的访问行程中，哈里斯将于周二发表演讲，详细概述拜登政府对该地区的愿景，并会晤商界领袖。随后，哈里斯将访问越南，这也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首次有美国副总统将到访越南。预计他将提出经济、安全、疫情等相关议题。